每次犯错，叔叔都会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虽然身体很痛，但他依旧咬紧牙关。叔叔也因为安德烈不哭，从而手上的戒条也随之加重几分。吃饭的时候，叔叔从来不让他上桌，安德烈只能躲在厨房的一角，独自吃着叔叔分发给他的特殊食物。因为父母的双双离世，叔叔家中的4个孩子也不断排挤他。整个家中也唯有奶奶心疼这个孩子，闲暇的时候奶奶会偷偷教他读书，这也让安德烈在那个人均胎教的年代早早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学识。这天因为安德烈推稻草翻了车，叔叔再次对他进行了惩罚，但这次的惩罚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叔叔居然打断了他的一条右腿，这也让安德烈留下了终生的残疾。得知消息的叔叔不但没有悔意，反而毫无愧疚地转身离开了，在一旁的奶奶则无奈地安慰他。Das wächst sich aus. Wie alles im Leben. 也许就像是生命中的一切伤痛，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愈合。在这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中，安德烈默默地忍受到了18岁。如今的他已经是个帅气健壮的小伙子，但多年的伤痛却始终无法让他释怀。家中唯有奶奶那慈祥般的笑容，才能让安德烈感到一丝温柔与爱意。终于在不久以后，安德烈收到了一封征兵函，本以为这样就可以脱离苦海，但叔叔却想让他留在家中继承农场，于是便带着安德烈来到了征兵处。因为他的2个儿子染上白喉离世了，他不同意唯一的养子参军打仗。鉴于他家中的特殊情况，征兵处也同意了安德烈继续留在家中。安德烈虽不同意叔叔的做法，但他却对此无能为力。但这天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却发生了，安德烈的奶奶在揉面时不幸离世。奶奶的不幸离世让安德烈悲痛万分，从而这也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这天他故意在餐桌上打碎盘子，从而来发泄内心多年的愤怒。终于伤痕经年日久，安德烈也与叔叔的关系彻底决裂。他第一次对叔叔的惩罚做出了反抗，这也是他一生中说出真正有意义的第一句话。Wenn du mich schlagst, bring ich dich um。经过了这次对峙，安德烈离开了这个家，他背上了自己的行囊，在小镇的另一边过着自己的生活。他通过为村民犁地伐木赚取收入，在夜以继日的积攒和努力下，29岁的安德烈成功在小镇有了一定的积蓄。这天他无意间在半山腰发现了一个破败的小木屋，木屋的门前有一条被冻死的野鹿，很显然已经很久没人居住。安德烈在屋内发现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者，他已经被冰雪折磨得奄奄一息。好心的安德烈想要将老者送往山下就医，但老者却不希望他这样冒险。如果在冰雪中出汗感冒，那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他认为死亡并不是一件糟糕的事。人们常说死亡会带来新的生命，老者却认为死亡不会带来任何东西，它只会让你的身体更加寒冷刺骨。随后趁着安德烈不注意，他逃进了被冰雪覆盖的森林之中。安德烈没有去找，而是回到了小镇。他在小镇的酒馆里要了一杯酒，面对熊熊燃烧的炭火，安德烈不停地思索着老者最后的言辞。酒馆里有一位漂亮的服务生玛丽，安德烈看到她的第一眼就为之着迷。为了能够得到玛丽的青睐，他取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租住了半山腰的一间小木屋。终于，安德烈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每天清晨，他都会站在屋前，遥望着一望无际的阿尔卑斯山。他在小木屋的附近开垦了一片荒地，用来种植各种蔬菜和瓜果。彼时的阿尔卑斯山脉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青睐，不少商人都来到此地进行投资。为了更好地招揽游客欣赏整个山谷的全貌，一些大公司也在此修建缆车。小镇的村民都为此感到兴奋，这不仅可以给小镇居民带来额外的收入，小镇的生活也即将展开一个新的时代。这天，安德烈刚刚务农回家，却在途中遇见了正在喂养家禽的玛丽。望着玛丽动人般的身影，安德烈的内心却再次泛起涟漪。虽然两人彼此没有言语的沟通，但内心的思绪却如出一辙。安德烈一如往常来到酒馆里喝酒，看到满眼都是玛丽的安德烈，酒馆的老板还不忘提醒他 Schlag's dir aus dem Kopf. Die Marie schon für die Arbeit, nicht für die Liebe, verstehst?虽然老板这样说了，但玛丽的神情告诉安德烈，她并不是老板口中那般无情的女子。终于在一个蓝天如洗、白云悠扬的日子，安德烈一身西装来到了教堂。美丽的阿尔卑斯山似乎壮了他的胆，他静静地站在教堂门前，等待着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女孩。看到安德烈的到来，玛丽有些迟疑，随后便漫步地走向了安德烈。然而本来雄心壮志的他，却突然变得神情紧张，就连说话都有些颤抖。Ich möchte。Ja？可还没等安德烈说完，玛丽却提前答应了他。
两人就这样漫步在阿尔卑斯山脉。他们一同来到了安德烈的小木屋。路途的曲折以及半山腰的陡坡让玛丽气喘吁吁，但近乎完美的景色又让她心旷神怡。阿尔卑斯半山腰的鸟语花香，仿佛让玛丽置身于童话世界。安德烈给玛丽介绍了自己的小菜园以及大自然赋予的壮丽景色。这里的日照要比山谷里更加充沛，这不仅有利于植物的生长，还能更好的治愈人心，温暖四肢百骸。在小木屋里，安德烈制造了一些日常用具，他毫无保留地讲述给玛丽听。但唯一的一点是他不打算建设牛棚，因为他不想放牛，也不想当农民。奶奶曾经告诉过安德烈，如果成为一个农民，就意味着你这一辈子都要在你的土地上摸爬滚打，精耕细作。玛丽没有评价安德烈的想法，只是用了一句确实来予以回答。由于小镇的投资商越来越多，需求工人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安德烈自然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份工作，但由于他的身体原因，公司都不愿意雇佣。 So einen können wir nicht gebrauchen. In der Gegend gibt's keinen besseren Arbeiter als mich. Ich bin stark. Ich kann alles. Aber du hinkst. Im Tal vielleicht. Am Berg bin ich der Einzige, der gerade geht. 终于，安德烈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他不惜昼夜的辛苦工作来赚取工资，这样的日子一晃就是3年。然而，玛丽与安德烈的感情依旧稳固如初。她也会经常来到安德烈的小木屋，与他一同欣赏阿尔卑斯山脉的壮阔美景。玛丽觉得这些山看起来像瓷器一样美丽。 winzige Landschaftssplitter. Jetzt halte ich es nicht mehr aus. 终于，安德烈实在忍受不住，第一次主动亲吻了玛丽。这举动犹如荒野中的烈火，粗犷而豪迈。玛丽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住了。 Oh je, du hast ja Kraft. Entschuldigung. Schön war es trotzdem. Obwohl es Wetter hat. Ja, sehr schön. 穿过山谷的风似乎在轻声低语，带着两人无尽的缠绵与渴望。他要把爱意写在山峰上，让所有人都看见。为此，安德烈求助了工地的好友，他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展示他对玛丽的爱。终于在安德烈35岁的这天黄昏，他邀请玛丽漫步在阿尔卑斯山脉。安德烈想给玛丽看一些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微风轻拂的山脉草叶依旧沙沙作响。安德烈与玛丽静静地坐在草垫之上。随着安德烈的话音刚落，对面的山顶亮起一片火光，火光的形状随着视线而发生转变。这正是安德烈给玛丽准备的特殊礼物。 Willst du das werden? Marie. Ja. Das will ich. 终于，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安德烈抱着手捧鲜花的玛丽住进了小木屋。晚间温柔的安德烈轻轻抚摸妻子，承诺这一辈子都会用心保护和照顾玛丽。为了能够给玛丽更好的生活，安德烈特意找到工头打了多份零工。在工地里，他任劳任怨，老板对他的表现也颇为满意，工钱也随着安德烈的勤劳而变得翻倍。在无数人持之以恒的修建下，第一座缆车很快便竣工了。小镇上也拥有了真正的电力，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 安德烈与玛丽的感情也越发深厚。这天，玛丽焦急地找到了安德烈，看着正在忙碌的丈夫，玛丽却激动得不知道如何讲述。Könnt den Gemüsegarten vergrößern. Hinterm Haus meine ich. Erdäpfeln, Zwiebeln und solche Sachen. Da wird einiges wachsen. Es wird was wachsen. Und es wird was Wunderbares sein. 终于，安德烈与玛丽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但幸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冬季的一天夜晚，安德烈感受到了脚下土地的震动。他走出门，却发现整个山谷正在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笼罩着。他连忙想要转身呼喊睡梦中的妻子，但巨大的雪崩瞬间就将安德烈淹没。一直到了第二天清晨，安德烈才缓缓地从昏迷中醒来。他拼尽全力爬出雪堆，随着声嘶力竭的呼喊没有得到回应。安德烈强忍着骨折的双腿，拼命地向上爬去，但终究是没能找到妻子与孩子。不久后，安德烈被小镇居民发现。当他再次见到心爱的妻子，却是在小镇教堂举办的弥撒上。安德烈瘫坐在地，无力地看着眼前周遭的一切，仿佛像是一个失去灵魂的傀儡。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去世的奶奶，玛丽与孩子便是安德烈唯一的亲人。这么多年，精神的疲劳和肉体的痛苦，依旧折磨着这个早已遍体鳞伤的青年。最后，在酒馆老板的帮助下，受伤严重的安德烈这才在床榻上缓慢地休养着。从此刻开始，安德烈习惯了给妻子写信，他将遇见的每件事都写在字条上，再将他亲手投入妻子的棺木内。不久后，安德烈的双腿逐渐痊愈，他依旧在工地里任劳任怨。这天，工地里发生了一起事故，
一名工人在当晚泡热水澡时睡着了，不曾想第二天一早就冻成了冰块，伤疤就像是岁月一样一个接着一个，所有的磨难也都会历练一个人。不久后战争爆发了，心无牵挂的安德烈也决定参军。临行前他来到了妻子的墓地，为她献上了美丽的鲜花，随后便来到了参军报名处。因为身体原因而又恰巧会维修技术，安德烈被派遣到了战区的东部，他负责在一处山脉间组建了营地，掩护那些在战争中撤退的战友。然而经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军队既然将安德烈遗忘在了偏僻的营地，他孤零零的在山上待了许久，直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安德烈这才选择了向敌方军队投降。他在监狱里受尽了折磨，但依旧没有忘记给妻子写信。虽然这里冬天的严寒与家里的不同，安德烈却从来不曾抱怨。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安德烈才被放回了阿尔卑斯山脉。而此时的他已然步入中年，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回到小镇的安德烈首先祭拜了亡妻，扒开带有生命气息的泥土，将这么多年写的信投入了玛丽的棺木。随后他来到小镇的酒馆，但现在早已与往日大有不同，时光荏苒，物是人非，安德烈再也回不到过去的时光。虽然叔叔的老房子还在，安德烈还能在耳边听见奶奶的谆谆教导，但那些美好的回忆也只能在心中怀念。在老房子的门前，他遇见了昔日的叔叔。现在的叔叔已经年近花甲，但他还是从脚步声辨别出了安德烈。Ausgerechnet du. Komm her da. Lass dir mal anschauen, wie es ausschaust. Hä? 虽然他说话还像以前那般蛮横，但老弱的身体却像是一堆脆弱的骨头。他用尽力气抓住安德烈的手。Jetzt kannst du's haben. Jetzt kannst du mich schlagen. Schlag mich. Hörst? Bitte dich. Schlag mich endlich tot. 然而安德烈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而是毫不犹豫地默默走开了。终于，安德烈在酒馆老板的帮助下，他又重新成为了一个农夫。即便这是他曾经最不喜欢的工作，但这一干就是20年。如今的安德烈已经白发苍苍，他顶着一副啤酒肚，穿着破衣烂衫，就像普通的老人一样过着独居生活。但唯有那一双柔软慈祥的双眼，无论多少年都未曾改变，依稀还透露出一种斯文与温柔。由于时代变迁，山上的小木屋也即将拆迁，但酒馆老板依旧租给安德烈居住。不过他只居住在楼下的一层，楼上的2层酒馆老板租给了一间学堂，学堂内有着一群可爱的孩子，还有一位与安德烈同龄的单身老太。老太看到了安德烈的勤劳与善良，于是便对他递出了温暖的手。两人也试着用心交往了一段时间，但安德烈最后还是拒绝了这层好意，因为在他的心中只爱着唯一的妻子玛丽。这么多年来，安德烈从未停止写信，他对妻子的爱也无人可以比拟，四季如诗如梦般变换，每一次交替都带着大自然独有的韵味。安德烈孤独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日夜，他看过阿尔卑斯山脉的缆车每日都频繁地载着大量游客往返，他会因为登月的宇航员踏上异地时而感慨，还嗅悉过漫山遍野无穷的芬芳。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安德烈也终于变老了，身体也渐渐颓靡。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季，安德烈看见了一辆载着干尸的车，然而这具尸体却让他欣喜不已，因为那是40年前曾经跟他讲过，死亡带不来任何东西，它只会让你寒冷刺骨的老人。时隔40年，老者依旧保持着微笑，很显然在死亡来临之时，他十分开心。时光如梭一晃，又是多年过去，如今的安德烈已经步入垂暮之年，他在小镇上拦下了一辆巴士。 Wo soll's hingehen? Bis zur Endstation. 窗外飞逝而过的是阿尔卑斯山脉的风景，蓝天白云、雪顶、湖泊、森林、草甸、溪涧、野花，这大自然的宫殿把整个欧洲的历史与人文转来转去，磅礴的历史和厚重的自然在眼前无限交叠。年近80的安德烈看着这片仿佛没有尽头的美景，心中回顾着自己的一生。回顾过去，他的人生充满着无数的转折和挑战，但每个经历都塑造了今天的安德烈。他的人生历程就像一幅画卷，每一种色彩都代表了一个阶段的经历，共同构成了他这幅独一无二的画卷，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剧本，有过青春的激情，也有过中年的沉稳，如今步入晚年，却更懂得珍惜每一刻的平静与美好。
直到下车，他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老了。年轻时的他，就算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羊毛绒，站在雪地里都不觉得冷。如今，就算是一阵在阿尔卑斯山脉间翱翔的风，都能让安德烈止不住的打着寒战。他站在观景台上，环视着洁白的山和绿荫出现的草地，曾经的回忆也在眼前不断闪现。回到家后，安德烈再次拿出纸笔，想要给妻子写信。年近80的安德烈终于年月而解脱了自己的人生。他死前看着的依然是巍峨的阿尔卑斯山脉。在他死后，酒馆老板将其安葬在了玛丽的身边。厚重的棺材不慎压坏了玛丽棺材的一角，40年来寄给玛丽的思念，犹如蝴蝶般落在了安德烈的棺椁上，仿佛是离世的妻子拥抱着这位艰难前进的老人。安德烈用足够漫长而艰辛的一生，来佐证死亡的全方位的覆盖和消融。他不记得自己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他用这种奇怪而让人惊讶的方式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如果安德烈的一生不是那么累的话，他可以因为纯粹的幸福而欣喜不已。